中国的中东重置战略是否成功，最终将取决于以色列，对此仍需大智慧。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彦超。在很多人看来，中国推动沙特与伊朗的和解，对中东和平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现在距离结束也门冲突也很近了，叙利亚也将回归阿拉伯国家联盟，这又是中东走向和平的一个重大进展。也门危机原本就是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矛盾的集中体现，是一场代理人的战争，而叙利亚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改善，同样会对中东的地缘政治造成巨大影响。一些阿拉伯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遭到了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反对，美国安全特使甚至专门跑到沙特就此问题进行了警告。目前来看，中东局势的进一步发展对中国和俄罗斯都更加有利。中国在推动该协议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从而提高了自身在伊斯兰世界、中东地区和北非地区的地位。而且呢，俄罗斯也可能从中受益。在过去的10年里，普京精心培育了与叙利亚的军事联盟。如果叙利亚政府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得到改善，俄罗斯将是间接的受益者。如果中国和俄罗斯都从可能的变化中受益，那么该地区的另一个关键国家以色列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以色列与伊朗的关系才是决定未来中东是否能够长久和平的关键变量。内塔尼亚胡政府对新形势的反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伊朗核协议的执行情况。上个月，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拉斐尔·格罗西通过快速外交的方式缓解了紧张局势。随后有人透露，在核查和监测伊朗核活动方面取得了突破。目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已经降低，但并没有消失。以色列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国内的斗争特别剧烈，内塔尼亚胡政府很可能会采取极端措施来转移矛盾。内塔尼亚胡关于限制司法权力的提议受到了极右翼议会同僚的欢迎，但它也引发了强烈的反对。数十万抗议者走上街头，其抗议活动还延伸到了武装部队。许多以色列最有经验的空军飞行员甚至都加入到了抗议活动中。从以色列政治的不断演变的情况看，表现出了越来越极端的宗教化的趋势。对伊朗核意图的担忧也可能会被过度利用。在以色列看来，沙特与伊朗关系的缓和，叙利亚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缓和，都对自己的外部环境非常不利，因为整个伊斯兰国家团结起来，只会增加以色列在处理巴勒斯坦领土争端问题上的压力。随后就传出了中国正在斡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声音。如果情况属实，那么中国重塑中东和平还差的一环，也就是如何让以色列和伊朗的关系能够进一步缓和，就成了关键。这取决于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也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够重返伊核协议。当然，还取决于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在关系正常化之后，如何和平利用核工业的权利来制衡美国。美国原来是利用伊朗的威胁来控制阿拉伯国家，现在这个条件已经消失了。接下来，美国会不会利用以色列在中东挑起一场新的军事危机呢？以色列国内的政治斗争会不会导致内塔尼亚胡政府做出极端的措施？中国如何斡旋以色列与伊朗关系，以及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关系，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已经成为了中东和平的使者，而美国一定会当那个搅屎棍。中国在中东的外交如何再创辉煌，需要大智慧。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